长相思》杨紫新古装剧传2谭健次担任原配男主角，《安乐传》龚俊因一剑破局。流量小花杨紫主演的古装剧《长相思》大受欢迎，男主演张万一、邓伟、谭健次也人气飙升。男主有意聘请龚俊出演，但龚俊否认与剧本有任何接触。网友发现，原著小说《面北南》的作者在微博上关注了杨紫和谭健次，网友们也纷纷呼吁，请两位让两人公平的相爱吧。杨紫演技精湛，有很多代表作，包括与邓伦合作的《香蜜沉沉烬如霜》，与李现合作的《亲爱的》《热爱的》，以及肖战主演的《余生》，请多指教。无论是古装剧还是现代剧，都能完美演绎。如今，杨紫凭借《长相思》人气飙升，奠定了90后第一小花的地位，这是当之无愧的。贵妃改编自作家面北南美的同名小说。当她再次醒来时，她回到了5年前。任瑶琪发誓要斩断一切试图控制自己人生的魔爪，为父母和妹妹谋求一生的幸福。然而，虽然任瑶琪无意扰乱燕北家族的布局，但对阵其谈有对手的燕北王府二公子萧景熙，能否为自己赢得一个美好的结局，引起了很多关注。据传杨紫将接拍新古装剧《侧妃》，预计明年1月开拍，而男主角本来想找龚俊来演，但刚和龚俊、迪丽热巴在配对发布《安乐传奇》，他已经是2主演了，近几年的作品中也没有什么大片。龚俊团队认为，未来有必要接任男主剧，这样他的演艺事业才能达到巅峰。女主角拒绝出演是因为她不想给别人当配角，而龚俊也否认自己曾接触过阴谋，两人的合作肯定是破裂了。此外，还有网友找到了原著小说《面北南美》作者的微博，关注了杨紫和谭健次。长相思里两人注定不会在一起，最后因为要成全小姚杨紫氏和涂山烬邓伟氏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作者是在跟我们玩 CP 吗？请再配一局吧。若再有一场，我的香柳就完整了。30岁杨紫在阴谋中饰演谭健次。30岁的杨紫将在阴谋中与谭健2度合作，这是她第1次饰演腹黑的家庭女主角。屋内斗智谋，她表面温柔大方，实际上却隐藏着自己的本性。她善于伪装，吃虎如猪。男主身体弱小，但内功深厚，外表英俊，而且剧中的配角也都非常出色。阴谋原作者缅北美男亲自改编剧本，并跟随杨紫、谭健次的发展。有传言称，杨紫可能会在拍完欢欢喜喜的故事后，参加《3行记》，然后加盟阴谋的拍摄。小说拥有庞大的粉丝基础，与《知否》属于同一类型，被认为是 S+ 级的女主格斗剧。为了改变家族的命运，任瑶琪决定嫁给体弱多病的皇室世子萧景熙。任瑶琪出身富裕家庭，从小就有一段难忘的记忆。她外表天真无邪，内心却机智谨慎。在这个偌大的家庭里，她每天都小心翼翼地度过。曾经被家族利用，她被迫嫁给了一个老人，结果很惨。但在重新开始的过程中，她鼓励父母建立自己的家庭，摆脱家庭的压迫。她非常聪明，能读懂人心。为了保护自己，她决定嫁给据说短命的萧景熙，作为燕北宫的继承人。两人来自截然不同的背景，但却成为了合作伙伴。30岁的杨紫与谭健次合作了电视剧《阴谋》，这是她第1次扮演腹黑主妇，也是一部大女主宅斗剧。剧中，她饰演的任瑶琪大胆为谭健次的角色提供策略，并开始梳理宫中人际关系错综复杂。两人互相试探，最终达成了阴谋。任瑶琪改变了整个家族的命运，摆脱了自己的势力范围，然后与萧景熙一起守护了和平的世界。任瑶琪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人，懂事有谋略，但萧景熙却比妖精聪明，暗中精心谋划，善于设下诡计引诱他人。他有点傲慢和挑剔，由于年轻时受到毒胎的影响，他经常装出无能、愚蠢的样子，但他一直在默默地帮助女主角在家庭中站稳脚跟。谭健次的外貌很符合人物设定，帅气又聪明，给人一种男主在暗中算计所有人的感觉。30岁的杨紫将在阴谋中饰演腹黑家庭主妇，这是她第1次尝试这样的角色，她将在这部宅斗剧中扮演重要角色。双方都对阴谋的合作表达了浓厚的兴趣。
目前，杨紫还没有正式公布下一部电视剧的拍摄计划，而媒体似乎很适合她。在这部宫斗剧中，杨紫不再是少女形象，而是宫中的主理人。作为一家之主，她面临着许多问题和困难。作为一个没有亲人依靠的公主，她还要应对王子经常装病的情况，她只能独自慢慢摸索解决办法。同时，她也得到了男主的帮助，最终迎来了美好的结局。长相思主演轮番爆恋情，谭健次疑似恋爱，与杨紫互动刻意避嫌。最近热播的《长相思》自播出以来就大火了，也受到了很多网友的喜爱，而且大家对这部古装剧的评价也是非常高。《长相思》的女主角是杨紫，杨紫感觉自己有一种神奇的力量，不管演员的身份如何，与她合作后，她的事业似乎迎来了新的转折点。所以节目播出的时候，大家都非常期待3位男主能否晋级。长相思明星轮番爆恋情，随着长相思的爆火，3位男主也依次被爆出恋情。先是于时被曝光，疑似带鲁娃在剧中与带鲁娃有染，网友们也扒出了很多细节。此事引发了不少争议，目前双方尚未对此事做出回应。此外，张晚怡还被曝正在恋爱。有媒体拍到张晚怡拍戏时，一名女孩在她身边等候。趁张晚怡休息的时候，2人一起进了房车，亲密的样子。随后，谭健次也被疑似恋爱了。媒体人都知道呱呱，谭健次和现任女友从去年就在一起了，2人的关系比较稳定，尚未有人拍摄过照片。消息一出，不少网友展开各种深入调查和讨论。有网友发现，当长相思主演一起参加某综艺作为宣传片时，谭健再次面临与杨紫的互动，是躲闪的，看来他是在刻意避嫌，生怕被女朋友误会。和杨紫互动的时候，旁边的张万一和杨紫十指紧扣，谭健次却连杨紫的手都不敢握，即使有身体接触，他的表情也很不自然，看起来非常尴尬。而面对杨紫这对炸 CP， 他能避嫌不配合，看来是怕女朋友吃醋。杨紫也是很有见识的，可见很多互动也能与谭健次保持距离。毕竟杨紫性格大大咧咧，在圈内更是受欢迎。她经常和很多男生成为兄弟，而男生并不把杨紫当成女孩，因此2人尴尬的互动也引起了大家的怀疑。大多数人还是对谭健次有女朋友表示祝福，毕竟他有能力，大家都比较喜欢他的演技，所以他有没有女朋友对大家来说并没有什么影响。而谭健次其实已经出道10年了，他虽然不算太顶尖，但知名度也比较高，而且在背景雄厚的家庭之下，这10几年的演艺生涯也比较顺利。据说他的父亲是一名外交官，并且还有北海王的称号，可见他的家庭背景不一般。他没有一技之长，但是从小就非常勤奋，学习成绩也非常好。16岁出道的时候，他的演技就得到了很多前辈的认可。此后，他也虚心学习，努力钻研演技。他还担任一个男孩团体的舞者，可以说是唱跳演技俱佳。他长得帅，所以受到很多人的喜爱。现在面对关系，谭健次本人还没有做出回应。如果属实，他还是表示祝福，期待尽快等待谭健次官宣。02一巴掌打脸，肖战是如何熬过10个月的强营销的？讽刺的是，我迫于舆论压力，被迫向公众道歉。更讽刺的是，在网络暴力中心多次遭受攻击的唯一10名受害者，需要向施暴者道歉，这实在是太讽刺了。原来如此，为什么别人能做到的事，对于肖战来说却做不到呢？这能叫双重标准吗？事实上，这已经超出了双重标准的程度。暑假前后，肖战接连出演了《梦中海》和《玉骨遥》2部影视剧，分别饰演萧春生和石英。一经与观众见面，立即引起市场强烈反响。他的演技、颜值、风度、文化和专业素养等各方面再次得到普遍认可，吸引了无数粉丝。而这也导致了观众对他饰演的角色的喜爱逐渐转向了他对自己的喜爱。这种现象用专业术语来说就是粉丝转化率。肖战本人也受益于这种关注，他过去的影视作品和参加的综艺节目都被广泛曝光。
甚至有网友询问在哪个平台可以观看《新笑傲江湖》和《如梦》，可见对肖战的关注度之高。不过，这些作品既不是广告，也不是电视剧，在任何平台上都找不到。平时喜欢看图文内容，经常看到关于肖战的文章，这些文章中有很多人带着个人偏见贬低和攻击他，自然会吸引不喜欢肖战的人参与互动。然而，在评论区，我看到一条令我震惊的评论，甚至将数码事件轻描淡写为其是肖战最成功的粉丝虐事件，完全无视事件的严重性。肖战所经历的网络暴力，可谓是现实版的万劫地狱。他摧毁了人们的价值观，颠倒了是非，对所有粉丝进行了无差别的攻击，影响范围之广难以统计。不仅针对艺术家本人，还涉及家人、同事、合作伙伴，甚至抵制商家开具发票、参与农业援助项目。任何一个小动作都可以迅速登上热搜榜，短短3个月，负面热搜就达到150家。某些人的各种微博被定罪，社交平台也公开宣布艺术家的社会死亡。回顾这一切，令人深感震撼。3年前，我还不知道肖战是谁，但在家防疫期间，我的手机不断收到与肖战有关的举报，其影响是难以言喻的。随着信息堆积起来，我很自然地开始点击阅读相关内容。当时我只是好奇这个人到底犯了什么罪，有必要用这种方式来围堵他。以暑期档的戏剧推广为例，你可以看到一部电影或者一部电视剧在全平台上得到了轰炸和强力营销，引起了热搜的高度关注，几乎无处落脚。但这种强势营销具有时效性，热度只能维持1个月，最多2个月后就会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节目也不会投入更多的资金。肖战当时遭受的攻击持续了整整10个月，这样的攻击如潮水般袭来，一波又一波，负面热搜推遍全网。这相当于对肖战进行了10个月的强力营销，目的是削弱自己的形象。3年前，当肖战面对个体粉丝的行为时，我给他发了一篇关于粉丝行为、偶像秩序的悖论。然而，现在官方却用个人行为、只能劝阻来解释这一疯狂现象，彻底颠覆了当时的局面。当时 CP 粉显然同时支持2人，但最后的攻击却集中在肖战一人身上。对于老师应援、粉丝圈进校园、私货等观点，他措手不及，因此回应我不需要支持，并取消了后续的粉丝后援会。3年后的今天，当高中老师向学生们展示男团现场视频时，他们甚至表示这就是我们的青春。令人意外的是，没有任何媒体出面批评，更没有任何知名博主出面谴责这种疯狂的追偶像行为。所有人都沉默了，如同静谧的夜晚。仰望天空，呐喊回响300遍。我读过《鱼骨妖》里的一句台词，真是贴切。当今世道无法无天，还有这些无情的小人，让人感到深深的讽刺。为什么要对肖战和他的粉丝采取不同的规范？这一点想必引起了很多人的好奇。坦白说，这几天我也感受到了一些不满。我记得有博主回答过网友的问题：为什么别人能做到，我们却做不到呢？他的回答是：因为只有一个顶流，顶尖人才的抱负远超我们的想象，不局限于一站台、一舞台、一场地、一跑道、一圈。就连他们的合作伙伴、商业伙伴都散发着融合四方、一统天下的英雄气概。每个人都渴望成为顶级明星，但真正成为顶级明星并不容易。即使是球迷，也需要接受非常高的标准和要求。肖战走过的路根本无法复制，娱乐圈也没有人可以模仿。即使穿着他的鞋，也很少有人能走他的路，围观的人都会感到心潮澎湃。肖战的原则、善良、清醒和毅力得到了全网的广泛认可，他从来没有屈服于这10个月的强力营销。观察3年前和3年后发生的同样的事件，从内部娱乐圈的态度就可以看出一切。这10个月的强势营销，只是他们试图破坏肖战形象时所采取的一种策略。时间是冲破偏见和谎言的力量。想象一下，人心不是笼中鸟，而是田野里的小草。过去的种种事物都会被烧毁，只要春风吹过，它们就会再次复活。